你真的看懂了漫威电影吗？就单独拿美队3内战来讲，里面就有18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画面，也许大家之前错过了，但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将会把它们一一列出，等你看完后才能真正明白什么是细节怪。第一，当钢铁侠和美队在肉搏战中，他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于是不得已让星期五去分析美队的战斗模式。在分析中，如果我们暂停并放大，可以看到每下的冲击力数据，其中最用力的一拳是1346牛顿，相当于13196斤的东西打在身上。正因如此，美队徒手拉飞机也并不是那么夸张，而且在这个场景中还有另一个小细节。第二，当托尼被美队殴打时，我们可以发现钢铁侠里面的模型变成了红色，随后美队又猛击托尼的头盔，能看到头部周围有红灯亮起，表明他恰好那个位置被击中。而在前一个镜头中，虽然没有在画面中显示，但美队仍然对托尼打了一拳。通过以上几点也能得出，其实只需要看模型变红的地方，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托尼被击中的位置。第三，这也是该场景中的最后一个细节，托尼实际上可以透过盾牌看到美队，如果以正常的眼睛根本无法看到，因为盾牌挡住了视线。但是在马克46的帮助下，托尼可以透过盾牌并扫描美队的脸，这让我很好奇，托尼还能看穿什么？闲话不多说，继续回到主题。第四，蜘蛛侠问巴基是否有金属手臂时，就被猎鹰一个偷袭抱了起来。但请注意，当时摄像机正朝他们移动，不过巴基挡住了道路，所以他必须从摄像机的位置移开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移动一点也不突兀。现在来看一下正常速度下的播放。You have a metal arm? 第五，在电影刚开始时，当美队告诉旺达要把毒气从疾控中心弄出来时，注意看，旺达用他的魔法创造了一个能量盾，从而来保护背部免受炮火伤害，同时还专注于清除毒气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细节确实很牛。第六，在机场的战斗中，托尼头盔内部一直在发出左臂受伤的警告，但在慢镜头中确实找到了钢铁侠左臂被击中的那一刻，这不仅严重损坏了他的盔甲，而且还伤到了手臂。这个事件发生在旺达扔汽车的时候。原来在美队3内战中还有这么多你没发现的小细节。第七，你一定看到了猎鹰向托尼发射了小型无人机，但这里有一些东西你也许并没有发现。通过暂停可以看到，托尼正准备部署一个网来将猎鹰困住，但不料被无人机先击中，导致没有捕捉到，所以就有了打空的这一幕。现在来看一下正常的速度播放。Anybody on our side hiding any shocking and fantastic abilities they'd like to disclose? I'm open to suggestions. 对吧？就在内战开始前，钢铁侠和战争机器到达机场时，战争机器着陆的镜头比钢铁侠晃动的更厉害，这也暗示了他的盔甲很重。可能现在就有人说这也算细节，其实你从摄像机的角度去看才能明白，这明显是拍摄人员故意晃动的。Wow, it's so weird how you run into people at the airport. Don't you think that's weird? Definitely weird. 第九，在西伯利亚着陆后，巴基从九头蛇基地拿了把枪，可以看到抽屉上写着罗曼洛夫。我们都知道，黑寡妇的名字正是娜塔莎·罗曼洛夫，所以这把枪正是黑寡妇当时用的。第十，当托尼要求罗斯给他更多的时间去抓捕美队时，如果把镜头放大，可以看到他胸部的疤痕。没错，这正是移除反应堆留下的。第11，在托尼和巴基的最后一场战斗中，他的瞄准系统被破坏了。其实，在之前可以通过慢镜头发现是如何损坏的。当托尼向巴基开枪时，不料美队跳到了前面，用盾牌反弹了伤害，然后击中了托尼的头盔，这也基本上损害了他的视网膜扫描，也破坏了瞄准系统。这在电影中发生的非常快，如果不放慢回放，很难注意到。第12，当美队在看新闻时，如果注意背景后面，你可以发现一只猴子穿着美队的衣服。没错，这就是他在美队1中画的。通过这里，不得不佩服漫威的连续性，依旧能把几年前的东西带到几年后的电影中。你注意到了美队3内战中的这些小细节吗？第13，当托尼在麻省理工讲讲他的新科技时，注意看他身后，是不是对这个人很熟悉？没错，就是蜘蛛侠英雄远征中的神秘客，这也表明他早就盯上了伊迪丝眼镜。第14，在电影开始时，美队的左右肩膀上都有复仇者的标志，但当复仇者因为索科维亚协议被解散时，美队也把标志给移除了。其实早在抓捕巴基时，他就决定要离开复仇者。第15，托尼去招募彼得·帕克的场景中，我们看到他和梅姨的第一次互动。 It's so hard for me to believe that she's someone's aunt. Yeah, well, they come in all shapes and sizes, you know. 如果你仔细看，会发现梅姨的脖子上戴着一枚婚戒，这可能是对逝去的本书的一种致敬。第16，当托尼去监狱牢房与其他复仇者见面时，鹰眼把他称为未来主义者。 The futurist, gentlemen! The futurist is here! He sees all. He knows what's best for you, 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.
没错，这正是小罗伯特·唐尼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。从这个细节也能看出，有些人表面上是歌手，背地里却是钢铁侠。第17还是在这个场景，我们可以看到蚁人在牢房中敲击节拍，这也为他第2部电影做了很好的铺垫。第18，当巴基在罗马尼亚时，他被拍到在水果市场买李子。其实这种水果对记忆障碍者很有益，因此特别适合巴基。这也表明他当时已经变好，并还想找回之前的记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美队3中的细节，你对这些看法是否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有，请在评论区说出来，希望能收到你的意见。关注我，下期为大家带来更精彩的视频。